唐静怡，我是不是说过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？你就非要把我养母逼死，你才甘心吗？崔明辉，你是瞎了吗？我没有推她，你看不见吗？你胡说什么？我都看见了，就是你推的我妈。这个女人简直太恶毒了，竟然在公众场合推别人。没错，崔总的亲生母亲怎么能是这样一个妒妇？心眼也太小了。哥，这次绝不能再轻易放过她了。唐静怡，我养母亲手抚养了我20多年，你却一而再再而三的要害她。看来不让你吃点教训，你是不会死心的。崔明辉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陈经理，妈，对不起，董事长，我来晚了。董事长，我带着1000亿资产，找到了失散20多年的亲生儿子，换来却是被扇巴掌、被扒衣服的羞辱。既然如此，这个儿子我不要了。我叫唐静怡，是丰源财团的董事长。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，就是没能找到我失散多年的大儿子。老夫人，大少爷找到了。大少爷现在叫崔明辉，正在和我们丰源财团分公司洽谈合作项目。儿子，妈妈终于找到你了。姥姥不哭。诗琪，找到你们大哥了。真的吗？找到大哥了？他就在崔家，我准备亲自上门，将这20多年的亏欠一点不少的补给他。崔家，明白了吗？我现在就安排分公司答应和崔家的合作。洋洋，找到你们大哥了。太好了，我们一家人终于能团聚了。既然是大哥，那我立刻让经纪人同意崔家发来的代言邀请。儿子，这是丰源财团40%的股份，这份迟到的礼物我终于能亲手给你了。大舅舅一定会喜欢的。真乖。今天真是3喜临门，经过我的不懈努力，丰源财团总算松口答应和崔氏的合作，顶级赛车手魏阳也同意为我们公司的产品代言了。而且，我的亲生母亲今天也要上门和我相认。哥，你这个生母在你和丰源财团要合作的时候才出现，恐怕不只是认亲这么简单吧？丽丽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哥，谁不知道丰源财团是江城的顶级财阀，只要能与丰源财团搭上关系，就能一步登天。他这时候来找你，我看10有8九是图你钱来的。应该不会吧？明辉，你妹妹说的对，你可得多留个心眼儿。这样，一会儿妈帮你把把关，我儿子绝不能被别有用心的人带走。好，不过妈你放心，生恩没有养恩大。我虽然认他，但在我心里，您才是我亲妈，我是不会跟他走的。我养了这么多年的儿子，刚能赚钱，就有亲妈来捡现成的。我不管你是真是假，都休想将我儿子抢走。少爷，人到了。儿子，妈，儿子，妈终于找到你了。等等，哥，先别急着母子情深，万一他有什么其他目的呢？毕竟现在什么阿猫阿狗都想攀附我们家。你是明辉的妹妹吧？你放心，我只是想来见见我的亲生儿子，好好补偿补偿他。就你这一身破烂货，能拿出什么东西做补偿？我看你就是来吸我哥血的。我这身非遗刺绣套装是4位老师傅手工赶了3个月才做好的。崔家家境普通，认不出也不奇怪。不过这态度，首先，我身上的衣服如何，跟我有没有能力补偿明辉，并没有因果关系。其次，我怎么也算你的长辈，你就用这种态度跟长辈说话？丽丽，怎么跟客人说话呢？唐女士，我是崔明辉的养母崔雪茹，丽丽是我的小女儿，她说话比较直，我替她向你道歉。没关系，崔女士，我理解丽丽的心情，毕竟你们崔家养了明辉20多年。不过你们放心，我不是来跟你们抢明辉的，什么抢不抢的，都是一家人。明辉的养母
看起来倒是个明事理的人。唐女士，快进来坐。这孩子他是我的外孙魏天天，天天喊奶奶好。奶奶好。自己来不就行了，还带了个拖油瓶，真是晦气。我才不是拖油瓶呢，阿姨，你真讨厌。亏姥姥还精心为你们准备了礼物。阿姨，我有那么老吗？对，礼物，明辉，妈给你准备了礼物，你看看喜不喜欢？这是丰源财团40%的股份和一张无限额黑卡，你先收下，算是给你的一点小补偿。丰源财团的股份，无限额的黑卡，妈，你到底是谁？丰源财团股份，无限额黑卡。唐静怡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丰源财团的董事长吗？我确实是丰源财团的董事长。妈，你听到了吗？他竟然说自己是丰源财团董事长。唐女士，这种玩笑可开不得。唐静怡，就算你知道我哥要发财了，想捞点好处，但你能不能给自己编个说得过去的身份？还丰源财团董事长，你是真敢胡编乱造啊！怎么了，明辉？你不喜欢吗？妈，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？虽然失散多年，我的亲妈是富豪的戏码很离谱，但我真的……你也知道离谱啊！你就算冒充，算了，你一个普通人也不知道丰源财团是什么体量。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丰源财团就是妈一手创立的。如果你不信，我够了，真当别人是傻子。你要真那么有实力，至于现在才找到我哥吗？这些年来，我用尽了一切能想到的办法寻找明辉，可这茫茫人海的想找到一个半岁大的孩子，谈何容易？丽丽，怎么说话呢？唐女士，都是做母亲的，我能理解你。大喜的日子不说这些。走，我带你去明辉的房间看看，顺便给你讲讲他小时候的事情。唐静怡，你要躲到哪儿去？唐静怡，快点还钱！你们是谁？为什么擅自闯到我家里来？老子是来讨债的！这个女人欠老子3万块钱！哥，我就说他丰源财团董事长的身份是假的，他来找你就是为了吸你的血，帮他还债。知道我今天会来催家消息的，除了我2个儿女，就是明辉和这对母女。这对讨债鬼必然和这母女脱不了关系。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们。既然你们非说是我欠了钱，那我就让警察来评评理。她不就是一个乡下妇女吗？怎么能想出报警这一招？不行，不能让警察来。哎呀，不就是3万块钱吗？找什么警察？我帮你还了。看来我猜的没错，这崔雪茹果然是笑里藏刀。钱我帮他还了，你们快走吧。等等，事情没有说清楚，谁都不准走。今天必须让警察来，我倒要看看你们是受了谁的指使，敲诈到我头上来了。哎，唐静怡，你这人怎么回事？我妈都把钱给你还上了。敲诈勒索，最少3年起步。你这么着急，怎么？难道这些人是你请来的？你胡说什么？这唐静怡不简单啊，瞬间就看穿了这里面的猫腻。难不成她真有什么大身份？唐女士，还是别报警了，这事儿闹大，对咱儿子明辉的声誉不好，你说对不？看在儿子的面子上，就先饶他们一回。今天看在我儿子的面子上，我就不计较了。滚！咱别为了这几个人破坏心情。走，我带你去2楼看看明辉的卧室。哥，你看咱妈帮他把钱还上了，他反倒又横起来，什么人啊这是？我自己的亲生母亲为了躲债跑来投奔我，
可咱妈却怕影响我，毫不犹豫地把钱还上。这差距还真是一个天上，一个地下。唐女士，你看这幅刺绣是明辉花大价钱拍回来送给我的，据说出自丰源财团，好看吧？这不是我绣的吗？难道这就是冥冥中的母子连心？挺不错，明辉这孩子有心了。是啊，明辉自然是好的，就怕有些人心思不正打他的主意呀。崔雪茹，这里就咱们俩，有话可以直说，不用藏着掖着。唐静怡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收起你贪图我崔家钱财的心思，从我家滚出去！我说了，我只是来看儿子的，我在乎的只有明辉，至于你崔家的钱，在我眼里不值一文。唐静怡，既然你不听劝，那就别怪我了。唐女士，我只是劝你不要冒充丰源财团董事长的身份，以免对明辉造成不好的影响。可你为什么要对我下这样的狠手？唐静怡，我妈好心提醒，你居然要害死他，你怎么这么恶毒？崔雪茹，你为了做坏我在明辉心里的印象，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没想到连故意摔下楼梯这种伤敌1000自损800的事儿都做得出来。大舅舅，刚刚发生的事情我都录下来了，分明是这个奶奶诬陷我姥姥。大舅舅，刚刚发生的事情我都录下来了。姥姥，刚刚那2个人明明是大舅舅的养母和养妹安排的，你为什么不告诉大舅舅啊？天天真聪明，一眼就看出来了。可是姥姥没有证据，就算说了，大舅舅也不会信的。天天，帮姥姥个忙好不好？为了防止你们再次陷害我，所以我才让天天偷偷用他的儿童手表在一旁做记录，没想到还真的用上了。大舅舅，你看。明辉，我的头好疼，我好难受。明辉，不要相信他，他们母女俩这是在演戏，真相就在天天的手表里，你看一眼就明白了。哥，你真觉得妈会为了诬陷他，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了吗？哥，快送妈去医院啊！演戏，唐静怡，你闹够了没有？唐静怡，你今天上门不就是看我搭上了丰源财团的关系，想要钱吗？好，我给你，拿了钱赶紧滚！来人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以后别再出现在我面前，我再也不想看到你。妈，你今天跟大哥第一次见面还顺利吗？妈，这巴掌印是怎么回事？是大舅舅，他打姥姥，骂姥姥，还把我们送的礼物也全扔了。什么？崔明辉竟然敢对妈这么过分！不行，我现在就去教训他。算了，诗琪，他毕竟是你大哥，他都敢这样对你，你还护着他。你哥现在只是完全被崔家母女给蒙骗了，不怪他的。那也不能就这么算了。3天后是我们跟崔家的签约晚宴，到时候我一定要让崔家付出代价。3天后的晚宴我也要参加，我要在宴会上宣布我的身份。等你哥知道了我的身份，自然也就清楚崔家人的真面目。好的，妈，我这就去安排。唐静怡，妈，唐静怡那个贱人竟然找到这儿来了。今天是我们崔家的大日子，不能被他毁了。走，过去把他赶走。唐静怡，你还真是贼心不死，今天这种场合都被你混进来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赶紧给我滚出去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是你们邀请我来的，现在却要赶我走，你们确定吗？这是我专门给丰源财团董事长定制的邀请函，怎么会在你手上？难道你真的是丰源财团的董事长？
这怎么可能？丰源财团董事长怎么会是她这么个又穷又丑的老太婆？唐静怡，就你还丰源财团董事长？我呸！我还是丰源财团总裁呢，招摇撞骗到我崔家，现在又伪造邀请函，冒充丰源财团董事长，你可真有心机呀！对，这份请柬一定是唐静怡伪造的。来人，把她给我赶出去！是不是伪造的？等丰源财团签约代表来这儿，自然就知道了。你们母女俩这么着急做什么？明辉，你说，要是明辉看到你大庭广众之下推了我，他会怎么对你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唐静怡，你推我干什么呀？明辉，我只是去跟你的亲生母亲打个招呼，他却要当众推我。什么？我都这么大岁数了，当众被人这么羞辱，这可让我怎么活啊？唐静怡，我是不是说过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？你就非要把我养母逼死，你才甘心吗？崔明辉，你是瞎了吗？我没有推他，你看不见吗？你胡说什么？我都看见了，就是你推的我妈。这个女人简直太恶毒了，竟然在公众场合推别人。没错，崔总的亲生母亲怎么能是这样一个妒妇？心眼也太小了。哥，这次绝不能再轻易放过她了。唐静怡，我养母亲手抚养了我20多年，你却一而再再而三的要害她，看来不让你吃点教训，你是不会死心的。崔明辉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陈经理，妈，对不起，董事长，我来晚了。董事长？陈经理，你刚刚叫他什么？董事长？他就是一个骗子。陈经理，你没搞错吧？搞错？你的意思是我眼瞎了？谁给你崔家的胆子，都欺负到我妈头上了！你是什么人？竟然敢打我！崔丽丽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敢跟魏总叫嚣？你崔家是不想在江城待下去了吗？什么？魏总？他是丰源财团的总裁魏诗琪。妈，我来晚了，您没事吧？什么？妈？魏总喊唐静怡妈？难道这个贱女人真的是丰源财团董事长？这怎么可能？我妈不是董事长，难道你崔雪茹是吗？儿子，这个女人打我！魏总，就算您是丰源财团总裁，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的打我母亲吧？崔明辉，你不也不分青红皂白，对你亲生母亲大打出手了吗？我不分青红皂白。唐静怡当众撕我妈的衣服，我教训一下她有什么错？你就这么确定刚刚是我妈先动的手？当然，在场的人都看见了。谁看见了？我看见了，就是唐静怡扯的我妈衣服。这种蛇蝎心肠的毒妇就应该得到惩罚。你给我闭嘴！再敢乱嚼舌根，信不信我把你舌头拔了？魏诗琪，唐静怡故意把我母亲推下楼，差点害死她。刚才又当众扒了她的衣服。就算她是丰源财团的董事长又怎么样？我替我妈出这口气，有错吗？替你养母出气当然没错，但出气之前，我让你看清你口中的养母到底是个什么货色。把这段视频放给他看。你说，要是明辉看到你大庭广众之下推我这个养他20多年养母，他会怎么对你？你什么意思？唐静怡，你推我干什么呀？崔明辉，我的大哥，你看清楚了，你口口声声养了你20多年，不会骗你的养母。为了阻止你认亲生母亲，到底都干了些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天哪！居然是崔雪茹自己扯开衣服诬陷唐董事长。妈，你怎么能这么做呢？不是这样的，儿子，不是视频里演的样子，这个视频是假的，是他们在诬陷我。假的？崔雪茹，你少在这儿颠倒黑白。现在证据确凿，你根本无法狡辩。就是，这段视频从拍摄到播出就没离开过这个会场，怎么可能是假的？我看就是有人狗急跳墙，开始胡言乱语了。崔明辉，
事实你也看到了，你清楚你养母是个什么样的人了吗？是她设计陷害我，想让我们母子离心。妈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在我心里，你一直是个温柔善良的母亲。难道真如他们所说，你是故意阻拦我为生母相认吗？明辉，你误会我了，我只是跟唐静怡开个玩笑。开玩笑？那我也给你开个玩笑好不好？魏诗琪，你竟然敢扔我妈衣服！她不是喜欢诬陷别人撕她衣服吗？那我就成全她。哥，他们太欺负人了，不仅扔妈的衣服，还扇我，你快管管呀！明辉，你可是我养了20多年的儿子呀，你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你妈跟你妹妹受欺负吗？魏诗琪，你有点过分了。纵使我妈做了些错事，但你也不能随便撕衣服打人啊！我过分？崔明辉，我是教训了他们，忘记教训你了是吧？这一巴掌是打你眼盲心瞎，这一巴掌是打你不敬母亲，这一巴掌是因为我想打你。你疯了吗？敢欺负我母亲，没把你揍成肉泥，都算我手下留情了。好了，诗琪，你先消消气。我怎么会有你这么个蛮不讲理的亲妹妹？别叫我妹，你不配当我哥。至于不讲理，我还真比不上你的好养母和好养妹。你别血口喷人！我妈和我妹怎么了？你该惩罚也惩罚了，还想怎么样？就是，我们还没算之前唐静怡把我妈推下楼梯的账呢。崔玲玲，你还敢提？当时你们一口咬定是我把崔雪茹推下楼的，可你们真的亲眼看到了吗？唐静怡，你是不是忘了，那个时候只有我妈、你以及那个叫魏天天的小屁孩在楼上，不是你推的，难道是小屁孩推的？你说的没错，2楼确实只有我们3个，但是没有人推，是崔雪茹自己从楼上滚下去的。唐静怡，你够了！我妈摔下楼后口吐鲜血，受伤严重，她怎么可能拿自己的性命去诬陷你？这对她有什么好处？明辉，你还是不信我，那我就让你看看真相到底是什么。妈，怎么办？要是唐静怡手里真的有你自己摔下楼的证据，我哥不会厌弃我们俩吧？闭嘴！这件事咬死不能承认。陈经理，明辉，看到了吗？这自始至终都是你养母演给你看的一场戏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妈，你怎么能做这种事情？拿自己的性命去诬陷我亲生母亲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明辉，如果当初你愿意看看天天手表里的录像，你就不会一直误会我到现在了。明辉，我不是有意诬陷唐静怡的，我可以解释。解释？你说吧，我听听你还能怎么解释。明辉，当时楼上只有我们3个，我就下意识以为是有人推了我，我真的没意识到是自己给自己绊倒摔下楼的。是啊，哥，当时事发突然，妈也没反应过来，这才误以为是唐静怡推的她。你就别跟妈计较了，好吗？明辉，是妈的错，是妈眼拙，妈给你亲生母亲道歉好吗？唐董事长，误会你是我的错，我向你道歉。一句轻描淡写的误会就想粉饰太平，崔雪茹怎么这么无耻？自己摔下楼是不小心，那含在嘴里的血包你该怎么解释？什么血包？你看错了吧？看错？需要我再让人把视频放大重新看一遍吗？不，你误会了，那不是血包，那是番茄酱，对，就是番茄酱。视频里只能看到我咬了个红色东西，具体是什么还不是我说了算。崔雪茹，你的善辩能力真是令人刮目相看。那我倒想看看人证物证俱在的情况下，你还能怎么狡辩？我没有狡辩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明辉，你要相信我啊！我现在脑子好乱，我不清楚你们到底谁说的是实话，谁又在骗我。唐静怡，你说的人证物证俱在是什么意思？明辉，
你还记得那2个讨债人吗？记得，他们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？你觉得身为丰源财团董事长的我，可能会欠那2个混混3万块钱吗？丰源财团身价1000亿，区区3万块对你来说自然是9牛1毛。所以说那2个人，你应该已经猜到了，那2个人就是崔雪茹母女找来诬陷我的。把人带上来吧。就是他，是他主动找到我，给我一笔钱，让我诬陷唐董事长的。我没有。什么没有？我这里还留存着你找我们的聊天记录和转账信息呢。还想抢？明辉，你现在清楚了吧？欠债一事根本就是子虚乌有，从头到尾全都是崔雪茹母女策划的一场阴谋，目的就是败坏我在你眼里的形象，阻止我们相认。这下怎么办？我和妈的计谋全都被拆穿了，哥还会原谅我们吗？带走。妈，我那么相信你，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的骗我？明辉，你是妈看着长大的儿子，妈怎么舍得骗你呢？唐董事长上门之前，我们对他的身份一无所知，妈只是在帮你试探你亲生母亲，没想骗你啊。是啊，哥，你要理解妈的用心良苦，我们有些做法确实有不对的地方，但妈也是因为太在乎你，太爱你才这么做的，你就原谅我们这一次吧。如果我们早知道你的亲生母亲是唐董事长，我们怎么可能会那么对她？再者说了，万一你亲生母亲是坏人，妈这么做难道不是在帮你吗？崔雪茹，你们费尽心机阻挠我们母子相认，仅仅是出于亲情，而不是金钱吗？当然了，明辉是我亲手抚养大的儿子，即便是有人用金山银山来换，我也不会答应的。哼，说的比唱的好听。崔雪茹，你几次三番陷害我妈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你觉得我们会信你这些鬼话？明辉，你信？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。唐董事长，之前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，我向你磕头赔罪。对不起，董事长，我们知道错了。好了，别磕了，误会解开了就好。我相信你们是出于对我的关心才这么做的，以后这件事就翻篇了。好好好，翻篇翻篇。魏总，你和我们家明辉是亲兄妹，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，那合同是不是可以签了？想要我签字啊？合作取消。为什么取消合作？这件事在你们心里翻篇了，但在我这里不能。崔明辉，你之前不是把妈送你的股份和黑卡全扔了吗？我想这份合同你也并不想要。谁说的？当时我是不知道股份和卡都是真的，不然肯定不会扔。魏总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就别跟我们计较了。明辉他也是一时糊涂，现在我们知道错了，这合作可不能就这么取消啊！不取消，那要我直接封杀你们崔氏啊？封杀？你们平白无故的伤害了我母亲，我也想替我母亲出一口气，有什么问题吗？魏诗琪，我们错也认了，钱也到了，你用得着这么咄咄逼人吗？唐董事长，崔氏是明辉的心血啊，你忍心看着自己儿子一手打拼的事业被你女儿毁于一旦吗？别打感情牌，你们既然不想被毁，那就应该见好就收。这次只是取消了合作，再有下回，后果你们承担不起。完了完了，说好的合作泡汤了，我还怎么买最新款的爱马仕啊？崔氏没了丰源集团的助力，今后发展可就没那么顺利了。崔明辉，原本你可以搭上丰源财团的顺风车，可你却因为一时的糊涂，亲手断送了这个机会，后悔吗？明辉，现在的局面是崔家母女一手造成的，说到底，你只是被蒙蔽了。妈知道你是个善良孝顺的孩子，但你真的不能再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了。不好，唐静怡这是想让明辉和我们划清界限，不行，
我不能任由唐静怡把明辉这棵摇钱树抢回去。合作取消就取消，你们以为我崔家很稀罕这次合作吗？上一秒还悔恨不已，下一秒就变了副面孔。怎么，知道抱不上丰源财团的大腿，开始恼羞成怒了？魏诗琪，你少在这儿冷嘲热讽。我们崔家就算不靠丰源财团，照样也能过得风生水起。明辉，你别忘了，顶级赛车手魏阳还要跟我们崔家签约呢。对啊，还有魏阳。你们刚刚说谁？魏阳啊，他前几天刚在加拿大赢下一场国际顶级赛车赛事，是赛车圈出名的顶流王者。你该不会连他都不知道吧？确实了解不多。妈，你没告诉他们魏阳是你小儿子吗？妈当时还没来得及介绍，就被一连串事情弄得措手不及，没机会啊！哇塞，崔家竟然能拿下魏阳的签约，这也太有实力了吧！我听说好多国际大牌连排队都排不上呢，崔家这次可真是赚大了。是啊，魏阳的商业价值在全球都备受认可，只要他代言的产品就没有不卖断货的。听见了吗？只要魏阳代言了我们崔家的产品，谁还瞧得上和你们的合作？我承认，丰源财团在江城的地位确实是首屈一指，但魏阳的影响力那可是全球性的。有了他的加持，我们崔家定能一步登天，成为豪门望族。我劝你话不要说得太满，万一他不和你们签约，你们美梦岂不全都泡汤了？你乌鸦嘴！魏阳怎么可能不和我们签约？哦，忘了告诉你，代言邀约还是魏阳的经纪人亲自打电话答应的。哎呀，我看是有人嫉妒我们拿下代言吧。毕竟丰源财团那么大一个公司，旗下有那么多品牌，没一个请到魏阳的，真是太丢人了。看来你们对魏阳的了解也非常有限啊。你知道魏阳背后的赞助商是谁吗？不管是谁，反正肯定不是你们。他连你们的代言都不愿意接，哪还瞧得上你们的赞助啊？明辉，今天无论如何一定要拿下魏阳的代言，我们崔家就指着他腾飞了。放心吧，妈，魏阳经纪人发来消息说，魏阳马上就到了。丽丽，合同准备好了吗？早就准备好了，就等人来了。好，一会儿你俩一定好好表现，一定要顺利签约。没问题。我现在有点期待他们知道魏阳是我弟弟后的反应了，表情一定很精彩。他们又要竹篮打水一场空了。来了来了！魏阳真的来了，崔家没有吹嘘，看来得好好攀着点崔家，说不定也能蹭上和魏阳的合作。魏先生，我们盼您好久了。魏先生，我是崔氏的总裁崔明辉，欢迎您的到来。这就是我大哥吗？和我长得确实有几分相似，不过他的养母眼神也太吓人了，看见我跟看见招财树似的，恨不得直接趴我身上吸血。崔先生，我发现我们的眉眼有些相似啊，走到外面别人还以为你是我哥呢。魏先生，您真会开玩笑。唐静怡，看到了吧？我哥和魏总一见如故，这合作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，你们就看着眼馋吧。魏总，这是本次的代言合同，您看看没什么问题的话，我们就抓紧签约吧。不好意思，崔先生，这份合同我签不了。为什么签不了啊？是合作条款不满意吗？这些我们可以商量的。对呀，魏先生，你有什么想法都可以提出来，我们崔家会尽量满足您的。条件没有问题。那为什么不能签？因为啊，你们得罪了我背后最大的资方，所以当然合作不了了。得罪了资方，我们崔家向来谨小慎微，从不得罪别人。您能告诉我们具体是得罪了哪位大佬吗？对啊，您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向他们道歉的。对啊，可以啊，正巧他们今天也来现场了，只要他们愿意原谅你们，这合作
依然可以继续。好，魏先生，您说的资方在哪儿呢？能不能指给我们看看？可以，不过等会儿你们的态度一定要诚恳，一定要谦卑，否则他们是不会轻易原谅的。魏先生，请放心，我们一定会用我们最大的诚意去道歉的。那就跟我来见见他们吧。好。唐总好，魏总好。您说的资方是丰源财团？没错，我背后最大的资方就是唐董和魏总所经营的丰源财团。不是，您的资方怎么会是他们？您不是从小在国外训练，背靠风驰俱乐部的吗？看来你们这背调做的不择格啊！风驰俱乐部的最大股东就是丰源财团。你说说，你们得罪了我老板，我这做员工的该怎么办？这到嘴的肥羊不能就这么飞了，必须要拿下魏阳的代言。魏先生，丰源财团这家公司黑心黑肺，背靠这样的公司是走不长远的。哦，你也这么觉得吗？丰源财团家大业大，但对于合作事宜却是朝令夕改。按照合作标准来说，他们的确不是您的最佳选择。唐静怡和魏诗琪这俩人品性不端，心机深沉，为了钱财不择手段。您跟着他们会断送了您的大好前程的。崔丽丽，你说话之前能不能过脑子？我们丰源对员工一向是最高的薪资、最好的福利。魏阳如果签了你们崔家的代言，那才毁了自己的口碑。魏先生，你别听他们胡说，他们这是心虚了。如果您继续为他们工作，他们会坑死你的。你在说什么胡话呢？妈，他们竟然说你会骗我。什么？唐静怡是你妈？什么？唐静怡是你妈？如假包换。怎么，我跟我妈长得不像吗？这下崔家不糗大了，上赶着巴结的人，结果是人家的儿子。重新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魏阳，是丰源财团的小少爷。按理说我应该叫你一声大哥，但现在嘛，我还是称呼你崔先生比较合适。怎么会是这样？那今天这场晚宴岂不成全江城的笑话了？刚刚还耀武扬威的炫耀自己能签下代言，现在全城热闹了。魏阳、魏诗琪，你们耍我觉得很好玩吗？我举办了这么隆重的宴会，是让大家看着我被你们当猴耍的吗？崔先生，原本这些是我和姐姐为你准备的接风礼物，庆祝你回来。只可惜你轻信了养母的谎言，伤害了妈妈，所以我们只能收回了。轻信？照你的意思是说，我崔明辉不该信任抚养我长大的母亲，而应该去听信一个多年来素未谋面的母亲吗？明辉，我知道信任是需要时间建立的，但你要有最起码的明辨是非能力啊！你对你养母的话深信不疑，但证据摆在你面前后，你是不是也该思考一下，到底谁对你才是真心的？你们别挑拨我妈和我哥之间的关系。我妈含辛茹苦地照顾了我哥20多年，怎么可能对他是虚情假意？但你们这份母子情是建立在我妈的丧子之痛上的。这些年，妈妈为了找大哥，走遍了大江南北，所有寻亲的手段都试过了。她怕大哥在外受苦，还专门成立了针对哥哥这个年龄段走失孩子的慈善基金会。她能做的都做了，就为求一个母子团圆。为了找我，竟然做了这么多，这些我都不知道。你当然不知道了，你20多年杳无音信，妈就判了你20多年。你但凡有点良心，就应该体谅母亲的不容易。明辉，是妈不好，都怪妈耽误了你们相认，妈不该留有私心，舍不得让你走，你别怪妈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会怪你？当年没有您的收养，哪还有我的今天？明辉这小子耳根子最软，只要我装可怜，唐静怡他们就不可能带走他。当年你那么小一点儿，吃喝拉撒都是妈亲力亲为，那个时候你的眼里就只有妈妈。现在你长大了，妈不中用，你要是离开妈回魏家，妈也没有怨言。明辉这性子，恐怕又要被崔雪茹的伪装蒙蔽过去了。上不得台面的绿茶招数。哥，小时候妈最疼你了，什么好吃的好喝的都先紧着你来。上学的时候你说报补习班，妈二话不说就掏钱。现在把你培养成才了，你忍心离开妈吗？玲玲，你知道我的，我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人。母亲对我的恩情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。唐静怡，我妈这些年把全部心血都放在我哥身上，我哥的吃穿用度都是我妈给的。我哥吃过你家1粒米吗？花过你家1分钱吗？你凭什么跟我妈抢人？但据我所知，崔雪茹这些年根本没有工作，她是靠什么把你们养大的？你管得还真宽啊！每个月都有人主动给我妈打钱，不行吗？丽丽，别瞎说。提到钱，崔雪茹的反应为什么这么大？莫非这钱的来路有问题？明辉，我头有点头晕，你快送我去医院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去医院。妈，他这肯定是装晕。是啊，可惜你那个傻哥哥就是看不出来。崔雪茹对他的影响太根深蒂固了，一时间很难改变。对了，
诗琪，你刚刚问的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只是好奇，崔雪茹明明只是个家庭主妇，她是怎么将2个孩子养大的？刚刚崔雪茹那么慌张的捂崔丽丽的嘴，现在又着急离开会场，这事情怎么想都觉得不对劲。我找了20多年才找到你们大哥，我一直怀疑有人从中作梗，现在看来崔雪茹嫌疑很大。陈经理，你派人去调查一下崔雪茹的全部信息。是。唐董，这是崔雪茹的全部信息。崔雪茹，江城人，16岁辍学后进入社会，先后干过服务员、收银员、前台等，后来进入一家孤儿院担任文员，但1个月后他就离职了，并收留了一个孩子，也就是崔明辉。不对呀，如果崔明辉在孤儿院登记过，我们魏家不可能没找到他。因为当时孤儿院信息登记的负责人恰好是崔雪茹，崔明辉刚到孤儿院，他就要求领养他，所以崔明辉的信息填写有缺失。他在孤儿院工作了1个月都没想领养一个孩子，怎么偏偏要领养我哥呢？还这么急促。据我所知，他领养崔明辉的前一天，唐董刚刚宣布了众惠基金会的成立，专门资助与崔明辉同年出生的孤儿或者被领养的孩子。所以说，崔雪茹是知道了收养明辉能领钱，因此才决定领养他的。是这样的。但众惠基金会都是要有身份核认的。崔雪茹是怎么做到既能领钱，又瞒下崔明辉身份的？据我调查，崔明辉在众惠基金会里填的身份信息都是正确的，唯一不同的就是血液样本，所以匹配不上血缘关系。兜兜转转，原来明辉一直在我身边，我却没有发现。这个崔雪茹简直该死！要不是因为她的阻挠，我们早就能找到人了。没错，他还恬不知耻地说自己对大哥有多好，对他有多深的感情，其实全都是为了钱。是的，这些年来，崔雪茹利用崔明辉的身份，大大小小从众惠基金会里申请了500多次的资助，小到给孩子报补习班，大到创业基金，可以说他依靠着基金会实现了富足生活。这样一个聚宝盆留在身边，任谁都不想撒手。怪不得崔雪茹会那么费尽心机的要阻止我们相认。这个女人拿着我们魏家的钱，还在我们面前叫嚣，真是反了天了！必须拆穿这件事情，让大哥彻底看清崔雪茹的真面目，不能让大哥再成为他赚钱的工具。洋洋说的对，倘若没有他，我们母子根本不会到现在才有机会相认。此次务必要让你们大哥对崔雪茹彻底死心。妈，你说吧，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？他不是爱钱吗？那我就用钱钓他上钩。通知下去，众惠基金会要举办一场慈善宴会，凡是受过资助的人都可以参加。宴会上将有一笔上亿的投资款可以申请。明白，我这就下去办。如今崔家失去了和丰源财团合作的机会，他们一定会拼了命的抓住这笔投资款。崔雪茹在基金会资助申请上面尝尽了甜头，送上门的钱她不可能不要。原本我只是想通过这个基金会尽快找到你们大哥，没想到竟让人钻了空子。如果当初没有这个基金会，我是不是早就能找到人了？妈，您别太自责了，当初您也是怕哥在外面受苦，所以才做这个决定的。要怪就怪崔雪茹心术不正。诗琪，为了以防万一，你再帮我办件事。帮我办件事。好。哥，目前已经有5家合作商终止了与我们的合作，银行也来电催促偿还贷款了。哥，你快想想办法。我正在想办法。喂，秦总，我是崔明辉。不好意思，崔总，我们秦总正在开会。那我一会儿再打。一会儿也不用再打来了。喂，喂，混蛋，一群见风使舵的家伙。肯定是唐静怡那个贱女人在背后使坏，她可真阴险。什么下作手段都使得出来。妈，现在我能找的人都找了，他们不是推脱就是不接电话，你还有门路吗？是啊，妈，
我记得我哥的创业基金都是你弄来的，你还有什么办法吗？众汇基金会的资金申请已经开始限量了，想要崔氏正常运行下去，至少需要5000万，根本不可能申请得下来。我去开门。你好，是崔雪茹女士吗？是的，我是。您的快递。明辉，我们崔家有救了。真的吗？是因为这份邀请函吗？对，众汇基金会要举办一场慈善宴会，宴会上将一笔上亿的投资款可以申请，只要我们获得会长的青睐，拿到这笔钱，我们崔家遇到的所有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。真是天助我也！这份邀请函来得太及时了。看来我们崔家的时运到了，机会一个接一个，我就不信这次唐静怡还能来捣乱。根据我的了解，众汇基金会会长实力雄厚，在江城也是数一数二的人物。这样的人，唐静怡不敢得罪。妈，您是什么时候认识众汇基金会的会长的？会长本人我并没有见过，但我跟基金会的负责人齐家很熟，有他的引荐，我们一定能获得会长的青眼。妈，那你是怎么和众汇基金会搭上关系的？这你就别管了，好好想想怎么说服会长拿下投资吧。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准备的。众汇基金会的会长真是大手笔啊！慈善宴会居然在江城最好的云海酒店的黑钻石会场。罗曼蒂康帝，连招待宾客的酒也是最好的。那当然了，会长是什么身份？不是最好的东西，人家都不屑于用。妈，会长对这些东西的要求都是最高档次，我们会不会入不了他的眼啊？放心，妈已经和众汇基金会负责人齐家打好招呼了，到时候我们第一个面见会长，只要我们拿出100%的诚意，拿下这笔投资款是很有希望的。你们听说了吗？今天江城4大家族也会到场。真的，这4大家族向来水火不容，竟然有人能让他们同时出现。会长都发话了，他们哪敢不来啊？这几家还指望会长在生意上多关照呢。会长这么厉害的人物，我以前怎么从来没听说过？一会儿我一定要好好表现。慈善宴会还有多久开始？回老夫人的话，距离慈善晚会还有1个小时。好，帮我换装吧。老夫人好。崔雪茹，你害我苦苦寻找儿子20多年了，今天我就将儿子带回魏家，让你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喂，妈，你交代的事儿我已经办妥了，现在正出发去慈善宴会，可能会晚一点到。好，那我们一会儿会场见。明辉，妈妈今天就接你回家，从今往后你就是魏家的大少爷。齐经理，您可算来了。崔女士，好久不见，这位就是崔明辉吧？对对。齐经理，你好，非常感激您愿意为我们引荐会长。不是引荐，是会长点了名要见你。点名要见？哥，看来你已经引起会长的关注了，那投资款岂不是能顺利拿到？我就说肯定没问题。明辉，你帮我把月月推过去吧。你也是被会长资助过的人吗？不是的，我是来见会长是为了申请投资款的。可是没被资助过的人是不可以申请投资款的，难道你不知道你被资助了？我怎么听不明白你在说什么？你今年是不是27岁？对啊。
那就没错了。你的年龄是符合众会基金会的资助申请条件的，加上你收到了众会基金的邀请函，所以我断定你一定受到过会长的资助。你想多了，我的家境还可以，根本不需要别人的资助。如果你真的对资助的事情一无所知的话，那就是申请资助的人向你隐瞒了这件事情。你口中所说的这个众会基金会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众会基金会是会长一手建立起来的，目的是为了寻找他失散多年的亲生儿子，所以他会资助和他儿子同年出生的孤儿或者被领养的孩子。为了寻亲？对。那会长的孩子找到了吗？我听说会长的孩子前段时间找到了，不过他的孩子却不愿意认他，真是苦了会长，这么多年的思念与期盼，到头来只换来一场心寒。怎么会有这么不懂事的孩子？亲生母亲辛辛苦苦找了他这么多年，就算有什么心结，也该坐下来好好说说，怎么能不认亲呢？谁说不是呢？不过虽然会长的孩子不认他，但会长对我来说却是菩萨转世再生父母。这些年没有会长的资助，我根本活不到现在。我今天来就专程来感谢会长的。要是真像你说的这样，我也受过会长的资助，那我也得好好谢谢他才是。会长到！会长竟然是唐静怡！这怎么可能？怎么又是你？怎么我们走到哪儿你就跟到哪儿？不得对会长无礼！什么？基金会的会长是唐静怡？那他找了这么多年的儿子，岂不就是明辉？不行，不能让明辉知道。如果明辉知道我养他是为了从基金会拿钱，他肯定会离开我的。明辉，我们走，别再和唐静怡有过多的纠缠。这么着急走，怎么？投资款不想要了？唐静怡，你是故意的，故意拿投资款引我们过来。是啊，不然你这些年做的孽我怎么拆穿？你别胡说，什么作孽？我不知道。明辉，跟妈走，别听这个女人胡搅蛮缠。崔雪茹，事情没有说清楚，你觉得你今天能出得了这个门吗？明辉，你现在应该已经知道众会基金会的存在了，它就是我为了找你而建立的，而它就是导致我们母子20多年无法相认的罪魁祸首。明辉，这是崔雪茹在众会基金会申请资助时登记的信息。当年你6个月大的时候，因高烧在医院住院，不料却被仇家抱走，并被丢弃在路边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发了疯似的寻找你。根据我们的调查，你在路边的时被一位好心的奶奶捡到并收养，但不到半年，老奶奶去世，她邻居就将你送到了孤儿院。谁把孩子扔这儿了？小可怜，奶奶带你回家。如果当时你在孤儿院登记在册，我很快就能够找到你，可是却被崔雪茹截了胡。因为那时我已经成立了众会基金会，而收养和你同一年出生的孩子就可以在基金会领取资助。当时崔雪茹恰好就是孤儿院的信息登记人员，她知道你符合条件，于是收留了你。但她为了长期把你留在身边，向基金会提供了假的血液样本，导致会长一直找不到你。明辉，这是崔雪茹这些年来从基金会里申请资助的账单，时间、金额、申请理由都在上面。补习费、生活费、创业基金。所以明辉，你清楚了吗？他养你从不是因为爱你、心疼你，只是把你当成摇钱树，用我的钱养他和崔丽丽。你胡说，这是假的，是你伪造的。明辉，你别信他，妈怎么会拿你当摇钱树呢？妈，你告诉我，这些都是真的吗？你一直都在算计我。不是的，我没有。哥，唐静怡这个女人诡计多端，你别被她给欺骗了。明辉，唐静怡说的这些，妈都不知道。妈申请资金只是为了让你过得更好一些，并没有别的想法。那你倒是说说，除了基金会的资助，你还有其他经济来源吗？
我当然有其他收入，比如……别编了，你的情况我早已调查得一清二楚。在明辉18岁之前，你全靠基金会的资助金挥霍。明辉成年后开始实习工作，你们崔家的生活条件才开始更上一层楼。在此期间，你用各种理由从基金会里申请资助金，除去给崔明辉的必要资金外，其他全被你拿来挥霍。这流水你们是怎么查到的？你大概忘了，你手里收取资助金的银行卡是众会基金会统一办理的，我们当然可以查到。会长向来仁慈，对资助金申请要求宽松，可这却助长了你的贪欲。你前后申请资助金高达500多次，500多次，这也太贪心了！拿别人的钱养自己，简直是厚颜无耻！你还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的亲属谋取私利，你血口喷人！你还有什么要狡辩的吗？这么些年你一直在欺骗、利用我，是他们污蔑我，明辉你要相信哥，你放开妈，这都是唐静怡的圈套。是不是圈套？让知情人来说说就清楚了。崔雪茹，这么久没见了，你还记得我吗？院长，看来你没忘记，我就是当年孤儿院的院长崔雪茹。我对你印象也很深刻，心眼多，爱贪小便宜，虚荣心强，这么多年还是没变。什么院长？你刚刚听错了，我不认识你。不认识？那这合影你怎么解释？确实是你本人。我还清晰地记得当年你私下跟我打听过众会基金会资助情况，随后没2天就要收养一个刚到孤儿院还没登记在册的孩子。这是你当年的收养申请记录，但孩子年龄一栏却是空的，是你隐瞒了崔明辉的真实信息。崔雪茹，因为你的自私贪婪，导致我们母子分离20多年，无法相认。明辉，你该和他做个了断了。20多年的养育之恩全是假的，从头到尾一直是你在耍心机、玩手段、算计我。崔雪茹，我就是你的赚钱工具。我真蠢，竟然被你蒙骗了20多年，我还因为你亲手打了我亲妈，把她的心意当垃圾。妈，儿子错了，我对不起你，是我眼下心盲，是我愚蠢至极，是我认贼作母。别打了，明辉，妈不怪你，你也是被蒙蔽的。妈知道你本性不坏，哥，知错能改就好。妈等你回家等了20多年了。明辉，你不能跟他们走，妈把你养大不容易啊！别碰我！崔雪茹、崔玲玲，从今往后我们一刀两断。把这对母女赶出会场。明辉，你忘恩负义，唐静怡，你不得好死！儿子，不哭了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，我们一家人能够团圆才是最重要的。妈，各位宾客，今日我有重要之事宣布。即日起，崔明辉正式回归魏家，改名魏明辉，是我魏家大少爷。恭喜唐董，恭喜魏大少爷，恭喜魏大少爷！欢迎回家，大哥。谢谢。大哥，魏阳视频。大哥，我白天有比赛，不能去现场了。回头我送你一辆顶级超炒谢罪。好。就你机灵。谢谢弟弟。唐董、魏大哥，祝贺你们母子团圆。唐董，谢谢你创办了众会基金会，没有您的资助，我活不到今天。真心祝愿您一家人永远和和美美。好孩子，谢谢你的祝福，你能好好生活，就是对我最好的回报了。4大家族到。4大家族竟然都是掌权人亲自来献礼。吴家县帝王绿翡翠1套，贺唐董寻子圆满。江城赠核心地段写字楼1座，愿与魏家携手共赢。林家特备古董字画10幅，恭祝魏家团圆美满。钱家贺魏大少爷归宗，博礼临水庄园1座，望笑纳。
这露水庄园可是江城顶级豪宅啊，这说送就送了。那套帝王绿翡翠在拍卖会上拍了2个多亿，吴家真是下了悬本了。诸位有心了，明辉，收下各位前辈送来的厚礼吧。多谢各位前辈的重礼，晚辈不胜感激。诸位的好意我都心领了。丰源财团即将启动的国际项目，皆与4家合作。多谢唐董抬爱。唐董，我已为大少爷准备好了接风宴，就在天顶包间，请赏脸品用。不了，我们回家吃饭。大少爷，欢迎回家。大舅舅，欢迎你回家。谢谢天天，舅舅回家了。明辉，跟妈来，妈带你去看你的房间。好。这就是你的房间，20多年了，妈一直留着，没让人动过。不过那时你还小，估计没什么印象。这是从你1岁到27岁的生日礼物，妈每年都给你准备，就盼着你回来。妈，谢谢你，这些年辛苦你了。哥，妈每天都来这房间坐一会儿，就等着你回来的那一天。现在妈终于等到了。妈，不说了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明辉，这是妈专门请的7星级大厨做的菜，快尝尝，喜不喜欢？好吃，我喜欢。喜欢那就多吃点儿，这个鲍鱼也多吃点，补补身体。妈，偏心，我也是你儿子，你都不给我夹菜。小舅舅，你都多大了，自己不会夹吗？大舅舅刚回来，姥姥多照顾他是应该的。天天就是姥姥的嘴替。洋洋，别吃醋了，以后妈疼哥的机会多着呢。弟弟，来，哥给你夹，别生气。这还差不多。哥，以后家里的超跑你随便开。你们兄弟姐妹几人好好相处，妈就放心了。妈，今天高兴，我们干一杯吧。好。干杯！这是我们家，凭什么赶我们走？哎，你们讲不讲道理啊？开门！我的爱马仕和香奈儿还没拿呢。赶紧滚，不然的话有你好看。走就走。妈，这下我们怎么办？现在房子没了，先找地方落脚，其他事再说吧。这房间一股霉味儿，你就将就一下吧，咱们身上这点钱就够住这种房子。那我们怎么吃饭啊？等会儿出去买点泡面还有面包过渡几天。丽丽，你年轻，明天就出去找份工作吧。我才不去当打工人，又累又没面子，我干不了。我年龄大了，人家都不要我，你不工作，我们喝西北风啊。妈，我们可以找崔明辉要钱啊，他现在是魏家大少爷，有的是钱。行，我们明天就去找他要钱。明辉，我和你妹妹被你亲妈赶出别墅，现在手里就剩200块钱，我们已经走投无路了，你借我点钱好吗？你们还有脸来找我？要不是你们，我早就跟我亲妈相认了。哥，我们毕竟当了20多年的家人，我也叫了你20多年的哥，你不能不管我们。明辉，我养了你20多年，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不过是把我当摇钱树，有什么苦劳？我不会给你们钱的，赶紧滚！你不给是吧？那我天天来找你，天天来公司闹，我看你能不能受得住。拿上钱，以后别再来找我。这还差不多。
妈，这点钱根本就不经花，稍微吃点好的，很快就花没了，连换个出租屋的钱都不够，还得找崔明辉再要点。上次问他要个钱，他都给的不情不愿，最好能一次性多要点钱。妈，魏家大业大，根本不缺钱，不如我们这样。明辉，又是你们！哥，只要你愿意给我们500万，此后我们就不会再来打扰你了。做梦！行，那就别怪我们心狠了。你们，唐静怡，明辉现在在我们手里，拿500万来赎人，一个人来，不许报警。崔雪茹，你们把明辉怎么了？喂，来人，老夫人，给我准备500万现金，要快！是。妈，你突然要这么多现金干什么？是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明辉被崔雪茹和崔玲玲绑架了，他们让我一个人拿500万去赎人，这对母女真是无法无天了。先是要钱，再是绑架勒索，我看他们是活得不耐烦了。妈，前几天陈经理就看见他们在公司门口找哥要钱，看来他们是走投无路，狗急跳墙了。老夫人，现金准备好了。好，诗琪，我先拿着钱去赎人，你立刻报警，让警察在约定地点附近埋伏，随时接应我。妈，你小心点，千万不要跟他们硬来。放心吧，妈心里有数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快放开我！老实点儿，明辉。其实我也不想走到这一步的，毕竟我们当了20多年的母子，但谁让你忘恩负义，抛弃我和丽丽，这就是你的报应。我没想到你们为了钱，竟然连绑架这种事儿都做得出来，你们简直丧心病狂！还不是因为你亲妈逼我们逼得太紧，她把所有东西都收回去了，我们没吃没喝，当然要拿你放血了。这才是你们俩的真实面目吧？现在知道是不是太晚了点儿？不过你放心，只要你妈乖乖把钱送过来，我们不会伤害你的。你们休想！我魏家1分钱都不会给你！你找死！住手！放了我儿子！你找死！住手！放了我儿子！你别过来，把钱扔过来，不然我立刻杀了他！妈，你怎么能一个人来呢？太危险了，你快走！你给我闭嘴！明辉，你别怕，妈今天一定能带你安全出去的。钱我带来了，500万整，只要你们放了他，钱全是你们的。别废话，把保险箱扔过来。钱我给你们了，把明辉放了。唐静怡，你当我们是傻子？这点钱就想打发我们？就是，我们要丰源财团40%的股份，还有那张无限额黑卡。把这些东西给我们，我们就放了他，否则今天就是他的死期。啊！别答应他们，他们就是无底洞。唐静怡，你当我们是傻子？这点钱就想打发我们？就是，我们要丰源财团40%的股份，还有那张无限额黑卡。把这些东西给我们，我们就放了他，否则今天就是他的死期。啊！别答应他们，他们就是无底洞。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哥，你最好闭嘴，否则我手里的刀一定会让你见血。唐静怡，你到底答不答应？难道你儿子的命还不值这点东西吗？当初你拿着股份黑卡找明辉相认，如果我能早点知道你的身份，那些东西早就该是我的了。好，我答应你们，我现在打电话让人把股份转让书和黑卡送过来。算你识相，哥，你的命可真值钱。你亲妈为了救你，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就答应了。丽丽，等拿到股份和黑卡之后，我们立刻出国。好。警笛声，你报警了！丽丽，我们快走，再晚就来不及了，警察马上就到。唐静怡，你竟然报警了！既然这样，那我就先杀了他！不要！你这个贱人！妈！不许动！放下武器，抱头蹲下！妈，坚持住，我马上送你去医院，你一定会没事的。妈，你怎么样啊？快叫救护车！快！别白费力气了，唐静怡流这么多血，肯定没救了。我妈要是有个万一，我让你去地下陪她。都怪我！如果不是因为我，妈就不会为了救我被刺伤。我怎么这么没用？连保护好自己妈妈都做不到。哥，别自责了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是那对母女太歹毒了。
他们能把你当赚钱工具养在身边20多年，还有什么事儿是为了钱做不出来的？可是妈流了那么多血，我担心。哥，姐姐说的对，我相信妈吉人自有天相，能平安无事的。医生，我妈怎么样了？她没事吧？医生，病人手术情况怎么样？放心吧，病人没有生命危险，刀伤不算太深，已经缝合好了，好好休养就行。太好了，谢谢医生。你们都在啊，妈没事儿，你们别担心了。妈，你吓死我们了！你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妈，以后再也不许你这么冒险了。你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们可怎么办啊？妈，这不是没啥事儿吗？养几天就能出院了。妈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要不是因为我，你也不会遭遇此事，还受了这么严重的伤。我真的特别后悔，没能早点看清他们的真面目。傻孩子，这不是你的错，要怪就怪崔家母女心肠歹毒，贪念过重。诗琪，那对母女怎么样了？妈，他们因绑架罪、故意伤害罪被立案侦查，证据确凿，肯定要把牢底坐穿，不会再出来害人了。那就好。妈，慢点，小心台阶。明慧，医生都说妈能出院了，你不用这么紧张，妈自己能走。没事儿，我扶着您更稳当一些。妈，喝水。妈，你坐好，我给你捶捶腿，促进血液循环，这样你能恢复得更快些。明辉，别忙了，你歇会儿。连着照顾我这么久，你也辛苦了。妈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以前都是你为我操心，包容我的不懂事儿，现在换我来照顾你，好好弥补你。哥，现在你可比我和洋洋孝顺多了，妈都快被你宠上天了。就是哥，你这是把20多年的孝心都补回来了啊！对，补回来，都补回来。妈，妹妹，你们找我。来，明辉，坐。明辉，丰源财团40%的股份转让书，还有这张无限额黑卡，妈现在正式交给你。妈，这我不能要，我照顾您是出于真心，不是为了这些。明辉，你想多了，妈给你这些不是因为别的，只是因为你是我们魏家大少爷，这本来就是你该得的。签了字吧。对啊，哥，这就是你的东西，你就别推辞了。谢谢妈。哥，我给你订的超跑到了，这是钥匙，一会儿我带你去试试。天天，一会儿大舅舅带你去兜风，好不好？耶，可以坐大舅舅的车啦！天天，去把你新买的相机拿过来。好。妈，今天人齐，我们拍一张全家福吧。好。大家看镜头，笑一笑。3、2、1，茄子。